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个比较有趣的发展趋势它出发点是在什么呢？是上周一次有关开源社区治理的直播活动当中有这么4位嘉宾，一位呢是前波兰的授权技术支持，也是应该说是中国最早一批实际上在进行开发者关系管理的这位大叔还有一位呢是前华为 AI 社区主任，还有一位是前盛大开发者关系主任或者说这个经理那么还有一位呢是现在他已经担当了将近多少年了？有快10年了，快10年的这个上海 Linux 用户组的管理员。也就是说，这4位呢，不能说是老中青但至少是年龄拉的也比较开。他们呢，对于开源社区的构建运营治理优化等等有非常多的经验。那么他在直播当中呢，探讨了 LLM 这种大模型这种工具流行之后社区的一些变化，其中提出来的有关正向的变化是它可能更加宽容了，就是说，因为社区方面提供了类似于 GPT 或者是基于 LLM 的相关的社区助理，那么它呢可以不间断提供问答服务，同时呢来的人呢也可以带上数字助理，也就是数字助理进入社区之后呢，它这个就是一个最直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以往我必须要有非常高的不叫素养，就是积累比如说对于项目的理解，对于这个领域问题的经验或者说是自身的开发冲动也好，或者说这个开发的这个叫时间投入也好，足够的这些人才有可能在相关技术社区当中活跃起来。但现在不是了，你任何人在数字助理的配套之下，都可以进入任何一个社区保驾护航快速去理解大家的问题等等等等，发出建议发出这个响应。那么也就意味着是啥呢？人肉含量直接变少了人肉就说真人含量变少了。那么他在担心的提出，其中有一位提出来这个有可能是这个以往社区的氛围就不存在了就以往是以哈克为主，哈克这个是黑客不是现在我们电影当中看到的黑客，那个骇客那叫 crack。黑客呢是以创造新的事物为主要兴趣，那他们的这个叫什么行事原则呢是比较正向的，是以创造学习为主。以往都是技术为先，代码为上，这个最重要的口号是 Linus 提出来的Talk is cheap, show me code 那现在呢，因为各种各样的人会快速进入开源社区，那么他们带着不同的目的来，不一定是要加入这一个开源项目的添砖加瓦什么的。那现在是业务为先，交流次之，也就是说进来我拿了东西就跑了那么甚至于是 LM 为模型的这个助理间的交流呢，反而为主了。那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我们首先呢得稍微理解或者明确一下共识对这个 LM 这种大规模语言生成模型，他们的这个能力上限是如何？至少最著名的应该说是最著名的这个中国不叫中国华语，也不叫华语，这个华裔科幻小说家特德奖他呢给了一个，在他的一篇文章当中呢给出了一个断言就是所谓 ChatGPT 们实际上是提供了互联网一个模糊的缩略图，甚至于这个缩略图因为过于缩略，它会扭曲他们所缩略的那些信息，也就是说他们胆敢或者说竟然就能够伪造一些文字出来，就是从原始的数据当中，它不是单纯的从数据当中去提取给你，而是说进行了一些缩略，所以它模糊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失真，这是它的这个感觉。但是，真正那么从另外一个方向，这是使用者方向，另外一个方向，这推荐这篇文章，这是个链接，因为我的幻灯实际上都是 iQ 放在网页上的，随时随地可以看。大家看下面是有链接的。这个呢，它的这篇文章是什么呢？就是 OK，ChatGPT 在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到的。那分析下来，这个文章很长，但是是真正戳中了它的这个叫本质其实它只是一次增加一个单词。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呢？是 Stephen
Warframe，也就是 Warframe 这一个智能平台的创始人，他用了将近50年时间这个独自去构建了一个可计算宇宙那其实 Warframe Alpha 早ChatGPT大概有10年左右，也就是说15年左右，它就已经可以理解自然提问，并且可以给出比现在这个 GPT 们给出来的这个模糊回答更加精确的这个回答，而且是啥呢？也是跟现在自动生成一样，它是生成了一篇类似于小的论文一样的回答。比如说 OK， 你问这个中国57年这个 GDP 是如何的，它不仅仅给你回答一个数字，而且把这个前后的这个发展趋势，什么是 GPT 的定义等等，都给你变成一篇文章所以现在ChatGPT 就是 OpenAI 开放了它4.0模型之后，开放了插件功能。插件里头最受欢迎的一个插件就是 Warframe， 因为 Warframe 给出来的它可计算世界它的这个所有的结果是精确的，这跟 ChatGPT 给出来的模糊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篇文章推荐看一下，那么就非常能够理解一次增加一个单词是什么意思所以泛用 AI 其实是基于已有的互联网数据，那已有的互联网数据当中也是真假难辨，有些真有些假这个不说，这大家都知道。那么给出概率最大的回答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给出，但是由于它的这个算法比较精致吧给出来的这个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冒它叫 token 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冒出来这个整篇文章整篇回答是跟真人给出来的非常接近，所以整体上本质上他并不理解文字意义，就无论我们给出来的问题还是他给出来回答，他并不理解这个意义，他只知道给出来的这些是按照他的算法是概率最大的也就是说管用这个什么叫泛用泛用以往我们可能都各种各样的专家系统，你必须只能问这一个某个领域当中问题，他才能给出相关的相对来说就精确的问题。现在是任何领域的问题都 OK 了那么也就是说理解之后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一种更加智能的搜索引擎它所给出来的答案和基于的这个数据都是现有互联网的数据，它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新的知识它本身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那 FLOSS 就是自由或开源软件社区呢，是现在越来越叫什么时尚吧或者说兴盛或者是在爆发的开源经济的核心动力社区是核心动力。那么新的这个经济模型不是商业模型，其实叫 B to D 就是说这个 business to develop 只不过 develop 呢它不等于 hack hack 就是黑客呢，它是有自主兴趣或者说动力是为主的。develop 不是 develop 开发只是一份饭碗大多数情况下是岗位逼着他去不断学习的。但是呢黑客呢依然是社区核心没有黑客，没有这个核心的这个叫开发者这个开发者不知道，这是义务为这个自由或开源软件社区持续不断去贡献高质量代码的这些开发者，但是黑客不是现在通用的那个 developer。那以往社区交流呢是这样的就是以邮件为核心，当然邮件呢它形成了邮件列表邮件列表跟 Newsletter 还不一样，邮件列表呢就是甚至在邮件列表里头还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亚文化的约定这个是一种异步通信的方式，大家都通过邮件通过邮箱进行交流。我发封邮件，所有订阅了这个mailing list 的人都可以收到这封邮件。那么无论谁回复，都会回复到以头一封邮件就是发起的那个线索为主，就是主题，它是以主题为核心的，除非你开了一个新的主题，就是不回复原先的线索，又开一个线索。就是 mailing list 其实虽然看起来都是邮件往来，但是它通过自己内部的约定，包括email 这个协议的内部一些很精巧的设计，它在30多年前就40多年前互联网还没有的情况，就单单是靠这个电话形成了一种叫松散的这个网络的时候，就已经有现在很多这个
就是当代吧，不是当前最新的这种社交沟通平台里头很多特征，当初这个 MailinList 就有了，而当然当年也有这个聊天室，它就叫 IRC 啊，是要用命令行走的，到现在也有，但是 IRC 太简略了，它里头只能进行文字，你什么代码呀、图片啊、视频啊，什么都发不了非常非常原始，你可以认为它是即时广播的 mailing list 啊，那个特征非常像。那么代码呢，就是在仓库啊和这个叫缺陷，最著名的最早的 Bugzilla 啊这种缺陷管理仓库当中去进行管理，就是代码和代码的 bug 都有管理的地方。那知识呢是沉淀在 Wiki 类似于 Wiki 系统当中。可移动互联网之后呢，以 SS 就是社交网络、社交媒体网络一出来啊，社交网络媒体或者社交网络软件一出来，那么现在是慢慢集中到就是开发者关系啊，开发者集中到 Slack 类似于这种，但是它 Slack 还是一种以社交为底色的，因为这个 Slack 当初是为了进行这个游戏啊，游戏直播的时候的这个战队内部的这个沟通发明出来的。结果后来因为它的开放性啊，接入了非常非常多的，很容易接入，并且在里头构建自己的什么 command 呀，或者说插件等等，然后呢就被各种各样的开源社区啊或者这个技术社区接入。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啥呢？手机变成了一个随时随地可以接入进行沟通的一个屏幕或者一个渠道，不像以前我必须回家啊拨号上网才能开始收发邮件等等等等。现在呢，就是导致我可以这个手机都变成我们一个外挂器官了。那么也就是说，社区当中的沟通的消息的这个频率啊数量啊比以前要大大增高了。那但是社区呢，虽然好像沟通频率高，但社区其实还在吗？按照我的这个私人理解啊，这也是一篇老文章。这篇文章发在将近10年前了，14年发布的。那这里提出来一个相对四顾，就是说什么是技术社区？我不说其他社区啊，是由相对固定的人在相对固定的场所啊，执相对固定的目标，进行相对固定的行动，有这相对四顾啊的特性的组织，它就是一个技术社区。但是想一想 ，LLM 的这助理泛滥之后，实际上呢，他们就会进入到社区当中各个渠道啊。一般来说，你只要是这个可以进行聊天，真人可以进行聊天的，但往来的都是文字啊、图片呐、可能高级点是视频。可这些东西，现在 GPT 们或者是 LLM 的这个大体模型们都可以进行分析了。那么也就是说，助理替配套啊，或者替他的这个主人进入之后呢，他还会替主人会替这个开发者啊，不是 hack，自动推荐消息呢进入社区，然后呢，大多数呢又会自动摘要一定时期之内的2个小时啊或者半天之内社区的消息呢形成简报，然后呢又会根据简报呢生成提案，就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那么我根据我收集到信息，我建议这样，并且甚至于能够生成示例代码等等等等。而真正的人呢，他只是抽空看看结果，否则因为稍微活跃一点的这个，比如说 Slack 啊，我进去看过，稍微活跃点这个项目啊，比如说当初吧，一个具体的，就是那个在疫情之初，武汉20202020，对，是武汉2020这个项目啊，它也是在 Slack 里头进行沟通的，一口气拉了20多个频道，每个频道每天可能上千个消息，你怎么看？可能要就是全身心趴在那里头看8小时，看的差不多了再开始去干活，不可能，对吧？当时这是已经非常活跃的一个社区的结果，所以有了这种泛用这个 AI 形成的这个助理之后，那么真人肯定是只是抽空去看看结果了。那么相应的这种情况一旦开始流行或者增长，那么 Chaos 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念跟 Chaos 非常像就差一个单词，就差一个字母。这个实际上是开源软件社区分析它这个缩写是这几个缩写Community Health Analytics for Open Source Software Chaos 那么这个呢是有
有基金会去赞助啊，开源软件基金会赞助，专门研究了2、3年才抽取出几个模型，以便对各种各样的开源社区它的真正的这个活跃度进行分析。里头涉及到了仓库啊、消息啊、文章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对外活动，比如说演讲啊、大会等等啊，因为这相当于一种社会学，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什么心理动力学等等吧，综合性的一个研究。那么好人研究出来，现在 LLM 一上来，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分析的指标就一定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鉴定社区里头的人肉含量。也就意思是说，哪些消息，哪些意味着我开源社区活跃度的这个消息是由真的人发出的，而不是说那个GPT 助理发出的。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挑战就在于 LLM 生成文字有什么特征啊？其实现在国外有一个最招人恨的，还是个华人啊，他呢给出来了一个小工具，可以让各个大学里头的教授去鉴别学生给上来的论文或者作业，它是不是由 GPT 生成的啊？给了这么一个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呢会随着我，但是这工具只是对3.5这个就是 ChatGPT 3.5那个时候的那个结果去进行检验的。那4.0、5.0甚至往后啊，那个200的时候，它基本上是很难去有什么机械生成的这种特征了，因为这个模型也在进化啊，就有一些尝试，但是不过呢，这个很难啊。而真正的挑战在于哪呢？今天是我后来分析到最后才发现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开发者还需要社区吗？以往社区呢是共同的爱好者啊，大家嗅味相同啊，对吧？抱团取暖，一块为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啊，就是 why not 的那种事情呢，去折腾一把啊。结果呢，折腾，发现哎，这事儿越搞越大，越来越复杂，那越来越有挑战性，大家被逼的就是被迫学习进步的也越来越多，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社区。可现在在 GPT 或者 LLM 的这个叫撑腰之下啊，支撑之下，每个人都可以爆发出，或者已经实质上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团队啊，也就是说约等于把一个社区的所有能力了。那这个时候，社区以往的社交啊，这个心理支撑，然后相互监督的学习等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理由吧或者动力吧，都被弱化了。那接着往后发展，可能社区都不存在了。你这个那种研究或者怎么地，还能怎么办啊？还能怎么办？那么当然，这 LLM 的这个社区其实或者这开源或者自由软件社区，它最关键的特征呢是关注社区里头每一个成员的成长。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教育的这么一个背景的或者说一个目的性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组织啊。那么既然是涉及到了教育，而 GPT 对或者是 LLM 和教育的这个思考还在继续啊，有了有趣的这个变化，再跟大家细说啊。总之，这幻灯呢是一个在线幻灯，从这个网址可以随时随地访问啊，以及如果有什么这个叫看法啊，或者是觉得我哪里说的不对或者怎么地，想跟讨论，欢迎订阅我的这个频道，或者说用这个邮箱给我发邮件啊。那么订阅呢是我这个YouTube 的频道呢是大妈的多重宇宙啊。那么它的这个是这样的啊，好吧，这是 slogan。但是现在所有的内容呢，我都尽可能是以5年之内这个内容不会过期为目标去选择，或者说是构建啊，或者说吐槽的啊。好，再次说一下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OK， 好，以上啊，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吐槽。好。